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首先呢，先跟大家公布一个消息，可能一些朋友和观众已经看到了。其实昨天呢，我们大声开通了会员。其实说起来呢，我这个人吧，虽然做传媒的，但是为自己吆喝这件事儿其实挺难的。但是呢，为了让我们持续的做更好的节目，也真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声会员的这么一个社群，我必须要在接下来的每一期节目的开头呢，都宣传一句：我们开会员了。如果您希望加入我们的大声会员，希望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和资源的话，就用我们现在平台上那个加入的链接，成为大声的会员。而且必须多说一句，其实挺麻烦的。现在这个油管就是这个 YouTube 的设置啊，它的苹果手机的 App 上，就是 iOS 的苹果手机端，它没有加入那个键。昨天我们花了好长时间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只能麻烦大家，一个呢是使用我们频道上方用的那个加入会员的链接，我们已经列在那里了，或者呢就麻烦您用电脑这个桌面平台来加入我们的会员。再次感谢，也真的很温暖，已经看到了第一批会员加入我们，而且说了一些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和受到激励的话。我也期待呢，建立这样一个会员是一个新的机制，就是我希望用大声来突破一些事情。其实有一些朋友也在说你为什么采访的时候，很多时候对于你的嘉宾过于宽容，你为什么不挑战？我一直没有太回复这件事情，现在也再次说一下。其实我做大声呢，也想做一些在媒体内容的运营方面的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所以你们看，我很少在我的表达中用新闻平台这些词来形容大声。我真的是希望呢，我们把专业的手艺用来呢，制造一个公共的知识平台，我们一起分享我认为，我个人或者我的团队认为需要放大、需要呈现的声音、思想和知识。我认为这些东西在当下更重要。其实实话说，不一定真正在需要一个天天追新闻的平台，但是大家一定可能，其实现在的媒体的发展情况就是每天我们并不缺信息，但是我们缺知识，缺一些有价值观、有价值坚守的一些好的知识和公共参与，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说白了吧，我请来的嘉宾都是我挑过的，就是我认为他们的表达、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观点在此刻需要被放大，那我愿意用大声这个平台来把这些思想、把这些知识放大呈现给大家。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初衷的话，很多我请来的嘉宾，我个人就是很喜欢他们的，我认为他们的声音我愿意听，我也愿意给观众们听，跟我的会员们一起分享。所以不存在我必须要在镜头前挑战他们的事情。但是实话说，话题的选择、嘉宾的挑选，甚至跟嘉宾的沟通和互动，刺激他们在镜头前的状态，我们能够一起给呈现一个有深度的、留得下来的，大家回头再去看还是不凡、有质量的节目。这都是我的努力和突破。说了这么多，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好，今天呢，我们就接下来说一个还是最近热门的话题哈，就是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还要再说一期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上周我在硅谷，我在西海岸，一个是采访许老师许成刚，一个是呢我也见了一些企业家呀、经济学者呀什么的。然后呢，在一个饭桌上，就是有经济学者、有经济分析家、有社会学者，大家有一个讨论。其中呢，就有一个刚暑假从中国回来的学者，他分享了一下他在北京和周边的城市的见闻。他一个就是感慨说，北京街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冷清。他说，怎么能暑假期间北京街头都是空的呢？但是他也注意到，就是在一些中低档餐厅里头呢，还是有客人吃饭。他甚至还问了一下，说年轻人说啊，至少现在2个人吃一顿饭，这个饭钱还是掏得起的。但是他又发现呢，很多基层的官员也是在饭桌上跟他聊的时候，就直接公然说出来了，就是应付吧，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而且大家所有人都对中国经济表达出来了一种悲观和看不懂的一种
状态。然后沿着这个话题呢，饭桌上的另外一个经济分析家就提了2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初衷。他说，既然咱们都知道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的统计都知道是可以被操纵的，可是为什么就这样？这一次第2阶段的就第2次季度的经济 GDP 增长给出来的数据还是4.7%，虽然之前一直官方预测和宣布的都是5%。他就说，如果中国的数据可以操纵，那为什么就这样？这次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没到5%。第2个，他又给了一个终极问题，他说，习近平他到底了不了解中国经济现状？或者就是说，他现在知道中国经济什么样之后，他到底怎么评价和看待中国经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把所有人的思路打开。第一个问题呢，就关于这个数字，既然能操控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一直都是被大家存疑的话，为什么还没达到5%呢？饭桌上就刚才那个社会学家呢，他就给了一个很快速的回应。他说白了就是连调数字都调不明白了。好，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我想研究研究。第2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想，习近平到底了不了解中国经济现状呢？或者他的团队看到中国这是一些数字，他有没有比我们更多的了解呢？按理说他是一国之领导人，他应该真实的了解信息，他的信息有没有呢？他看了这些信息以后，他怎么评价呢？那样饭桌上就有2种意见，一方面认为呢，就是他不在乎，他不觉得中国经济不好；另一种呢，就是他可能也真的不知道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好，说了这么多饭桌上讨论呢，我接下来今天的这一期呢，我就讲的是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救，中国现在经济的危机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沿着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我看到的西方媒体的各种各样的报道。其实西方媒体的文章太多了，我要真是一集我分享不下来，所以我这个系列我会坚持做。但是今天呢，关注2个问题，也正好多说几个媒体哈，别老说同一家。一个就是先说刚才第一个问题，到底习近平了不了解目前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媒体都讨论这个点，我就拎一篇9月6号美国的这个巴伦周刊，是一个很有名的商业评论的周刊，跟那个道琼斯和华尔街日报是一个机构哈。它里面有个专栏作家叫 William Pasek， 他呢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叫习被中国的糟糕情况弄残疾了，而世界将付出代价。他这个残疾，他真的用的 paralyzed 这个词哈。他这个文章里就说到，当然他也罗列了中国很多的经济不好的情况，但他有一个点我拎出来，他说习近平和李强似乎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多么严重，他们认为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眼前，但现实情况呢却是房地产危机恶化，通缩压力加剧，甚至抗议活动也在增加。而全世界都好奇的是，在那么多官方的发言里面，唯一很少见到习近平专门谈中国经济。而他最后的，因为他是个专栏作家嘛，他就给点评，他说习近平的沉默无疑加剧了外界的忧虑，所以就变成了也能解释最近为什么这么多国际媒体所有的标题都在讨论中国经济。2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实际困境，很多媒体都深入剖析了中国的最近的经济危机。我要接下来专门讲的呢是《经济学人》这一周有3篇互相关联的文章。《经济学人》是个周刊，所以它每周一期，这一期的周刊的封面也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叫做关于中国经济的镜像。那么里面有3篇文章呢，讨论的都是跟中国经济相关的事情，我接下来会专门的说。但它有一个点呢，我现在拎在这儿，就是说关于中国经济信息危机的讨论。它的这个信息危机，其实一个是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息危机，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从经济分析到公众怎么看这个。我们先放在这儿哈。
还有一篇文章我想拎出来，但我不是特别推荐。好问题，但是没答案。纽约时报的文章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难以复苏？他用的一个词呢，他说中国经济已经有病了，那个 alien， 但是呢，他给了标题没给答案。我一般呢从来都认为一个文章你要是开了头，你自己提出来问题，你必须给结论。但是他提的是为什么中国如此难以恢复它的经济，可是呢，他讲的呢都是难度，就是他把困难放在那儿了，但是为什么他没解释。但因为《纽约时报》它有英文版，这篇文章它翻译了中文，所以我就不展开说了，我们把链接放在那里。但它呢，《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好处我要拎出来呢，就是它基本上涵盖了最近所有国际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危机的一个整理。罗列的话就是房地产市场危机，消费者信息极度下降，地方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巨高，还有他认为这些都是阻止经济回暖的主要原因，可是他没给解决方案。当然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难呢？他就把各种难的问题都罗列在那儿了。好，相比之下呢，我要专门讲的是《经济学人》的这3篇文章，我认为更有深度。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其实每天媒体的文章非常非常多。那么我推荐一篇文章，或者我推荐几篇文章，我一般认为呢，是要呈现这个媒体它或者在一个问题上的特殊的观点。我认为我个人有收获，我相信观众也很有收获。要不然就是他真的在一些点上分析的很准，能体现出来一种外媒对中国问题的把握的现状。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发现外媒对中国的问题已经报道的准确度都偏差了的话，它也是个问题。那如果有几篇国际媒体的文章，它能把中国的问题如实准确不加审查的讲出来，而我把这些文章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我认为可以帮助大声的观众更加了解世界怎么看中国现状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国内我们知道片段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公开讨论的环境，可能就没有我们这么系统的梳理。好，先说说了这么多，现在来说《经济学人》的这3篇文章，它其实有3个标题相互关联。这3个标题呢，第一篇是中国当局正在掩盖经济状况，第2篇呢是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国家正在犯苏联犯过的错误。第3篇呢就是中国正在遭受信息危机，还有什么能激活经济。但是这3篇呢，我想把它串起来说，因为有一点是《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是英国的杂志，我非常喜欢它的有一个特点呢，它是编辑主导制，就是它不做作者署名，所以呢，但是它是记者和编辑共同完成的一个文章，所以它基本上这3篇文章拿出来呢，就可以体现《经济学人》现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把握和评论。它中间事实部分这一篇文章讲的非常重要，就是讲中国现在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掩盖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它就叫中国当局正在掩盖经济状况。这篇文章稍微有点长但是因为它没有中文版，我觉得梳理一下是有必要的。它讲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在通过信息封锁和数据操控来掩盖中国的经济困境，而导致中国政府和各个层面的经济部门决策失误，导致市场信息崩溃，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外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担忧。这其实是个好问题。刚才说了，饭桌上我们的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到底现在怎么样呢？看不清了。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呢，他就上来就说经济信息的这些控制和数据的不透明呢，是最近的一个新情况。他先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最近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赵健，其实好几个赵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哪个，不重要。说这个赵健呢发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句感叹，就是说他作为经济学家，他也抱怨了一下，就为什么中国政府最近不采取积极的政策和行动来恢复经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经济这样，政府现在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情况？可就这么一篇文章给删了。然后经济学人就说，用这个例子来说了一什么事儿呢？就是中国的信息审查，对于政府批评的言论的审查删除，大家都知道。但是以前的情况是呢，相对政治啊、社会啊，对于领导人的批评啊，新闻在经济类这一方面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说白了就是你就事论事，只谈经济数据，只谈经济发展，只谈社会经济建设，一般来说是不太被审查的。但是经济学人说，过去这10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限制经济数据的发布，试图通过信息控制来掩盖经济的真实情况，而维持中国本土公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这几年呢，这个控制越来越严厉，尤其是对不利的经济数据的发布，简直控制的可笑。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之前我节目里讲过，再说一遍，就是中国的失业率数字直接消失了。事实就是去年2023年8月，中国突然就停止发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的数据。这个决定呢，世界很震惊，因为此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在节目里也说了，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就是城镇年轻人口的失业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超过17%。当时呢，去年在媒体广泛被关注，国际上也有很多讨论。外界认为呢，这么重要的一个失业率，你应该好好去分析年轻失业率的构成。可是政府做了啥？直接停止颁布失业率了。外界认为呢，失业率数字的消失是因为政府担心继续发布就会继续损害经济信心嘛，因为大学生毕业就下岗，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个是经济变成了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肯定政府要减轻这种负面数据带来的所谓社会影响。第二个，他有说还有什么外资流入数据，政府也在调整。中国的外管局就外汇管理局宣布，从每天发布外资流入数据改为季度发布。这样的政策变化呢，直接影响的是什么？外界根本没办法在实时追踪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流动了，就是海内外流动、离岸入境的资本外汇不知道了。特别是现在从 COVID 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表现，要决定到底是往中国市场投钱还是不投钱。所以这样一个停止发布外汇流入的数据呢，就导致投资人更难估计中国市场情况，也增加了各种投资不稳定性。因此呢，使投资者难以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经济学人这篇报道就说呢，这样的一个数字操纵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本来中国经济数据长期就有透明度的问题，而这些年的这个数字操纵呢，就直接导致就是这个数据扭曲了，扭曲到了已经跟市场现实完全脱节。比如说现在 GDP 数据，他这个文章也引了一个评论分析师的一个评论哈，说现在 GDP 数据已经跟现实没关系了，就是经济的 GDP 数据已经无法体现像房地产市场崩溃、地方债务飙升、失业率高企这些问题已经都在 GDP 上看不出来了。那么它误导公众还不要紧，它会不会误导和影响了高层的决策能力呢？经济学人把这问题提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关于这个数据操纵已经都脱离现实的案例呢，是2023年中期6月20号左右哈，中国海关和外管局同时发布了数据，关于贸易顺差数据。
结果2个部门发表的数据有2300亿美元的巨大差距，就是这数字对不上了。海关说的顺差和外管局的说的顺差差了2300亿。当时呢，美国财政部就直接懵了，就直接要求中国当局给出解释。结果呢，中国政府反正针对国际压力也给了一些解释，越解释越乱。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就说这种数据的不一致性啊，反映了中国经济数据统计体系已经是混乱的了，而且也让外界对数据的准确性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对中国经济没法判断了。关键一点，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有挺懂中国的，他就讲了一个，其实中国的政府和官员，尤其是领导人，他获得对于社会现实的准确理解这么多年的一个途径是内参。内参呢，其实是一套政府、大学和智库一起撰写内部报告的机制。这些内参呢，原本呢是为高层领导提供真实的分析和建议。说白了，我们都知道，很多呢地方上的一些大案子，不管是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经济的或者腐败的案件，很多像官方媒体的这些记者啊，新华社什么这些记者，他们呢先去调查，调查完了呢会写内参，就是内部给领导参考。这些至少还是一个舆情往上的一个沟通机制吧。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智库吃咨询报告这碗饭的智库说不敢提供负面的报道，负面的智库文献提交上去，可能政府官员给一些批示，但是会发现报好结果的给批示，报不好结果的有可能导致的就是你这个智库的生意没了。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内参报告也来进行了美化，迎合上级领导的期待，而撰写这些报告的学者和分析员呢，就主动选择来提供乐观分析，这样领导反而重视，也就是你讲好的，领导就再次给钱让你继续买这些报告，卖这些报告，如果提问题就没了。所以这个点上，这个经济学人把这个内参制度给拎出来了，挺有意思的。他说是结果肯定导致的就是决策者完全因为扭曲的信息做出不恰当的决策，因为最基本的了解民意的渠道也被关闭了。还有一个就是更具体一点的，研究者可能比较关心的，因为以前的中国经济分析啊，行业数据有一些对国际市场开放的商业数据库，还有一些企业它自己拥有的一些数据信息，原来还在。这些信息呢，其实是帮助国际社会、外界的学者、投资机构、投行来研究中国真实经济状况的。说白了就是，就算国内机构没办法真实呈现事实，但是资本流动是国际全球流动的，那外界的投资者好歹还对中国有一些中国公众看不到，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业渠道能够获取的数据。但是现在这些数据库都很难访问，而且他说很多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海外用户获取某些敏感数据。那么这些做法呢，就进一步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质疑，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投资和决策。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说，中国这几年又表达出来了对企业和外界投资人的欢迎姿态，会请外国的学者、分析师、投行的人来中国访问。可是来了以后，没有任何实质的讨论，没有实质的数据分享，就是表面上来外资来，所以外资来了也没用。那么他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其实直接导致了很多外企的撤资，还有就是整个全球资本在中国减少投资。
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但是要知道，刚才我也说了，世界现在经济是一体的，中国现在整个封锁了自己真实经济状况，它不仅仅是所谓西方和中国的对立这么一个结论，从经济的规律上讲，就变成了整个全球经济都在受损，整个全球的企业投资、消费者这个层面的利益都混乱，这个是经济学这篇文章提出来的一点。那么随着公众越来越怀疑中国发布的官方经济数据的话，中国社会整体的信任机制会逐渐崩溃，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失去信心，企业不愿意再大规模投资，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结果就是又进一步加深了经济疲软，进入另一层危机。说了这么多，第二篇文章就出来了，说的是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说中国正在犯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这篇文章说出来呢，看过我们大声节目的人其实会知道，我跟许成刚老师其实多次聊过苏联。许老师呢前几个月跟我的采访，包括他跟其他媒体的采访呢，他预测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呢，怎么看都非常像苏联的70年代。但是最近他已经修正了，他说这个中国经济的恶化的速度其实是加速了，他现在认为中国的经济的状况呢更像苏联的80年代。那我们都知道80年代末那苏联就解体了嘛，对吧？所以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点的也是这个题，也是这个点，就是说他点出来说，刚才说了这么多经济危机，它不是周期性的，是系统性的信息危机。它其实的情况是过度的中央集权和信息封闭，导致决策者无法及时获得真实的经济数据，而这样信息的不对称呢，让经济对策难以做到对症下药，会使中国的经济问题越演越烈，而不是改善。他最后就给出来了，这篇文章比较短哈，点的点很重要，说苏联的历史教训就是什么呢？苏联就是在政府官员无法了解信息真实情况的时候，没办法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最后导致经济崩溃。他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也类似，信息控制加剧了经济问题，并削弱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他说未来的风险是，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这种信息封锁和经济数据扭曲的做法，就是人工操纵数据，可能会直接面临经济崩溃的风险，尤其在现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下。在这里呢，我卖个关子，也做个预告。有些观众也说我跟徐老师的多次的这种对话哈，可是说出来的都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可大家现在关心的其实是现状和未来，就是中国这样一个极权共产极权主义社会接下来往哪里走。徐老师其实他有解决方案，而且他也专门分析了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跟苏联哪些点上相似，哪些点上不相似。先说一个点，就是说他说苏联的经济崩溃导致苏联的政治体制的崩溃，这个说法是好像是共识，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在他的制度基因的分析里面，他认为苏联解体最大的一个原因是领导层达成了一个相对的共识，就是苏联经济没救了，没救就索性放弃它。但是中国社会现在有没有达成这个社会共识呢？他说的是没有。那么具体怎么分析中国这个经济状况和中国现存体制往下怎么走呢？继续看我们节目啊，我们会讲的。那么经济学人的这第3篇文章就是说，中国正在遭受信息危机，还有什么能激活经济呢？他也没有给出太多的回应，他只是说
中国的经济政策空间已经变得很有限。过去依赖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模式呢，不再奏效，而且有迹象表明，其实中国政府最近非常谨慎的不发布就经济的政策呢，感觉是为了保护他们在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建立的这种行之有效的重点投资土地、重点基础建设的这种模型。他们认为这个模式现在还在起作用，不能马上放弃。可是经济学人认为说，这个模式已经不再奏效了。与此同时，经济的不透明会使得市场的预期更加负面，所以就进一步遏制了经济复苏的潜力。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不可能再像08年那样用同样的政策来阻止下一次危机了。我说了到这儿，大家别灰心。其实经济它有一些自己内在的规律。现在国际媒体呢，这么多标题都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困境。其实前一段时间呢，外界前2个季度对中国政府能不能推出新的经济政策呢，是寄予厚望的，但目前看到的实际政策呢是乏善可陈。包括最近美国、美联储、日本都在看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市场有重大影响，包括大宗商品、石油、铜商品的价格的下跌，其实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需求减少的预期。中国问题呢，已经从国内扩展到了全球性问题，外界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的担忧也在加剧。这个呢，就在回应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内需和国内问题了。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到这里要总结一下，想说的是，第一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在硅谷，还是在国际媒体，还是在大家的饭桌上讨论的几个共性问题，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现状到底怎么样，第二就是习近平他和他的领导班子是不是了解中国的经济现状，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情况的评估是什么。带着这2个问题呢，我今天看的这几篇文章呢，我认为现在整体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把握还是准确的。经济学人你看点出来的几个都是要害问题，数字不透明，为什么政府主动操纵，再加上言论和新闻审查，再加上不允许学者媒体的报道与讨论，再加上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行业数据、智库数据都没有了，内参也只报喜不报忧了，所以国际媒体、国际市场才最近对中国经济这么关注，并且表达出来了出奇的一致的担忧。但是这并不是世界在唱衰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现状确实不好，而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就结束了。但是接下来关于中国各方各面的宏观、微观和个人层面的经济问题，我们会持续讨论。而且呢，一个观点就是徐老师许成刚先生的话，谈经济不能只谈经济，一定要看制度和政治层面的问题，而最终落点要到民主宪政和人权。这些话题我们也会持续讨论。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